美国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到了明年的这个趋势如果继续的话，到了明年期中选举，这就会是一个总检视啊，一个对共和党执政，因为到了明年期中选举，你川普执政就起码执政1年半，将近2年的时间。明年期中选举是11月，就将近2年的时间。那如果万物皆涨，其实根本他的这个选情啊，一定会受到影响。感恩节即将要到来，川普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救救自己，也发了$2000一个人，拟定希望能这样做，能够救得了他的信任危机吗？委员又怎么看？要救得了他的信任危机啊，现在大概剩下上帝的保佑了，这个太困难了。因为不止他的危机，也是共和党的信任的危机。他不竞选连任，也许他可以无所谓，他可以摆烂，但是要用这$2000哦，你难道要每个月都发吗？这困难度是蛮高的。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每个月都发，来补救大家对于生活费上涨的一个怨气，那你民调当然会崩啊。其实最重要的，老百姓就是一个生活上遇到困难，他就会很直觉的反映在民调上面。那你不去探究这个他生活上的困难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舰长讲的，进口关税80%是美国人付的啊，他生活会进口的东西生活会很多，因为美国人自己在生活物品上面的生产力量很弱了嘛。那你看对中国课多少税？对墨西哥课多少税？连生菜都涨价，连咖啡都涨价，连牛肉都涨价。我老天爷，老百姓要的不是买什么高楼大厦，不是去买你什么川普大楼啊，他要的就是我可以轻轻松松到麦当劳吃个大麦克啊，我这个周末可以去稍微晃荡晃荡。那你现在搞得他生活上这么多的困难，连航空公司都要停班，他怎么可能开心呢？你再伟大，你在美国再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生活越困难，所以他民调崩。那选举败哦，其实是本来就应该败。为什么？那几十个选举都是民主党占优势的地区啊，不管是纽约市就是民主党哦，牵一条狗来都会赢啊。然后你说纽泽西也是民主党的地盘呐，那 Virginia 是摇摆州，有时候是民主党赢，有时候是共和党赢。你没有稳赢的时候，就你大输。你以前输都输一点点，这一次大输，那怪谁就怪你啦哦。你说纽泽西输你没什么，加州的公投你输其实也没什么，因为那个地方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可是你票数不应该输这么多。就像说国民党每一次选举去计较说，我高雄市输没关系，可是我的选票不能差太多。那这样一来，我在大选的时候，我可以拿台北市的选票去弥补。但如果他们输太多，别的地方也弥补不了啊。对，这个就是一个选举要去考虑的。所以现在我看到最惊慌的是共和党的参议员跟众议员，他们明年没多久就要开始选举了。你说叫他怎么过这个信任危机啦？那除非你现在川普这个每个礼拜都宣布我要发多少钱，然后每个月都让老百姓实际拿到钱。那个怒气也许还可以缓和一点点，但是人家对你共和党以及川普执政能力已经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有点像银行让人领不到钱，那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信任危机没有办法解除，但是领到钱可以缓和信任危机所产生的怒气。好，一边是民生，来自于民生的怒气哦。那眼看着再过其实2周左右就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感恩节了，民众的痛苦指数恐怕直线的飙升哦。因为感恩节会不会变成灾难节？等一下我们会请杨老师来带我们看。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官方给的，他说这1年来水电瓦斯的费用大概暴涨幅度12%，杂货涨3%，其中最有感的就是美国人爱吃的牛肉狂飙了13%。但是在这个时候，川普没有去检讨自己，他把责任怪在这一些牛肉的加工业者，他怒批他们哄抬美国牛肉的价格到历史新高。于是，川普已经下令了，最新让司法部来介入展开调查。另外，川普还不断的自夸说，在他的这个任期里面，物价不断的下跌他做了这样一个政策的宣传，并且呢，他也宣传沃尔玛现在不是推出了一个感恩节降价套餐吗？一个套餐大概是$40。那么 NBC 就针对了这个套餐做了一个调查，发现确实啦，比较便宜了，较过去在拜登时期的时候便宜了1/4，但是菜单的这个样本
的这些菜哦，从29样变成了23样，当中包括了什么鸡汤啊、洋葱啊、番薯这些就没有这些食材了。那记者问川普说：“你知道你这个感恩节套餐的分量缩水了吗？”然后川普就怒回呛说：“假新闻，你是哪里的媒体？”杨老师怎么看？感恩节会不会变灾难节？一定是 CBS 的媒体。为什么？因为我找到一份资料，CBS 在从2022年的1月开始哈，它就各个项目的去追踪美国的这些物价的变动，它去做的这整个整理。那为什么2022年1月呢？因为到现在为止刚好4年，那所以呢，前面其实3年是拜登，那这一年是川普，万物皆涨，大概除了汽油，因为是刻意被压制下来，所以这里面涨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的食物大概涨了平均18.2%，牙医涨了17.7%，医生涨了5.3%，然后呢，电费涨了40%，从过去2022的1月是0.15美元一度，现在变成0.19美元一度，所以其实涨了40%。然后你看保险涨了13.3%。那如果我们个别的去看的话呢，咖啡就涨了将近20%，那所有的这些肉类，不管是红肉还是白肉、鱼、鸡蛋，大概至少这一年都涨了5.3%，前面3年也都涨，所以美国人的感觉，他不是说啊这个前面几年都忘记了，它是整个有延续性的。那一直到了这个川普你上来之后，其实并没有停缓下来这个涨的这个趋势，而且这一年呢持续来往上涨。那你看到，除了这个汽油他们现在是大概平均3.34美元一加仑哦。那可是我还记得30多年前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好像是2点多美元，有的地方还1.75嘞。那现在变成3.34，你想想看，其实美国人开车比以前的这个负担要高很多。但汽油对美国人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是要开车的哦，他们没有什么高铁哦，因此。你看到这些万物皆涨的情况之下，你当然感恩节的这个套餐，当然这些这个业者呢就会配合川普，配合政府，刻意缩水，然后呢降价。哎呀，这个真的是，反正只要经上高兴就好了，没问题。那整个 CPI 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大概也涨了2%，在过去这1年。所以现在美国变成一个问题，就是到了明年的这个趋势如果继续的话，到了明年期中选举这就会是一个总检视啊，一个对共和党执政，因为到了明年期中选举，你川普执政就起码执政1年半，将近2年的时间。明年期中选举是11月，所以将近2年的时间。那如果万物皆涨，其实根本他的这个选情一定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这一次大概是各方面综合起来。除了物价之外，它的关税表现，它对于这些各式各样的大学以及它的作风，那整个民主党的这个团结，然后呢，共和党开始在退缩。现在到了明年的期中选举我觉得它其实会受到更大的考验。美国现在内部保费暴涨了6倍，被评为说是美国现在穷人都病不起，命都没了。尤其另外来看到在就业市场方面，110万人被裁员，年轻人现在不断的对川普来做怒吼。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保费现在暴涨，在美国内部达到了6倍，美国人连生病都病不起啊！平价医疗补贴现在喊停，结果川普说他要来持续削减补助，恐怕会有2200万人的保费都会翻倍，甚至好几倍的暴涨。中产阶级跟穷人这一次受害最深。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川普现在砍了药价，掀起的医疗震撼弹，包括了药厂高层吓晕吓晕之后，我们来看到这些，接下来的是全民来做买单吗？因为药价从1350美元砍到了350美元，看似好像是帮民众省钱但是掀起的是健保保费的崩盘。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了这个失业率，110万人的失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非常的苦。华尔街日报现在也最新揭露说，7成美国人认为想要美国梦早就已经消失了，美国梦
回不去了吗？不能做了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川普，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引爆了全美的医疗风暴。这个风暴从保费的补贴，一直到这个保费的暴涨，还有药价崩盘，都让中产阶级跟穷人现在陷入困境当中。尤其今天有一个重点消息，川普他已经正式的宣布了，针对2大巨头的药厂，包括了诺和诺德跟礼来的减肥神药，每月会从1000到1350美元的价格直接腰斩到剩下350美元，药价只剩1/3。药厂高层这位是高登，听到消息当场昏倒。来看一下现场画面。For nearly 150 years, my company, Eli Lilly, has been investing in America. We've been advancing science and creating high-value jobs. But today, are you okay? Gordon, you okay? Yeah. 好，川普的这个政策不只是药厂的高层会昏倒，老百姓恐怕也要昏倒了。刚刚讲了整个健保体系啊，虽然药价好像看起来变低了，但是造成的是健保体系有崩盘的一个现象出现，尤其现在是平价医疗，它的这个补贴到期了，川普坚持要削减。今年呢，我们来看到全美保费啊，平均2200万人都会受到影响，翻倍暴涨。那么平均保费是大涨了114%哦。那么可以看到，伊利诺州涨幅78%，某一些郡县涨幅甚至高达超过了450几耶。2个真实的案例，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第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一对加州的夫妻，他们原本每月呢要付的是350美元的保费，明年竟然变成了2200多美元，换算新台币，每月得花7万多元新台币，只是光缴保费，他们几乎真的是没办法住在美国住下去了，恐怕得放弃美国的健保，搬到其他医疗比较低的国家去居住。另外一件事情是，老人家可就更惨了。64岁的族群每月的医保费用是年轻人的3倍耶。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说，如果你在加州64岁的老人没有补助的话，一年得要缴超过1万美元的保费。杨老师怎么看？平价医疗补贴到期，现在将会对美国老百姓造成多大的冲击？美国人现在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啊，真的是经过了一次发高烧，在急诊里面，就是待了2个小时，打了一个大概就是这个盐水针，然后呢吃了2颗退烧药，回到家里面烧退了。结果接到了再账单之后，我发觉以后我真的不敢生病了，在美国，500块美元。那但是因为有学校的保险。所以呢，我最后付了将近150块到200块之间。那这个是学生保险里面大概涵盖，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是30年前呢，大概付了每年是300到400块美元之间。所以这一次你看到平价医疗保险呢，它就叫 Obamacare Affordable 这个 Act 哦，所以 Affordable Care Act。那 affordable 就是可以负担平价，它其实就是针对低收入户，还有部分的自雇一些营业商，哦，他没有办法去负担过高的这些美国各个不同的保险公司的那种大的 package 大的这个选项，所以呢，他就加入到这个里面，负担的是比较低。你看刚才你提的2个人的案子，他1个月大概是1万块台币。那可是现在变成7万块台币。对，在台湾如果是2个人的话，大概1个月付不到5000块，所以以美国而言都算是我们的1倍。但你不要忘记哦，在台湾的全民健保是大部分都包含哦，可是它这个 Obamacare 是只有很少数，比如说牙医就没有，比如说很多的通通都没有补助的，那你住院根本没有，所以基本的看感冒而已。讲句实在话，而他要付1万，现在变成7万。为什么呢？共和党他是主张他是认为说这个平价医疗从7年前到现在已经造成严重的政府支出的膨胀，保费补助过于昂贵，医疗环境扭曲，补助推高了保险费用，而且干扰市场价格机制。换言之，也就是医疗机构跟药商就赚不够了啦。对。
然后呢，政府要去补助，因为医疗机构，你知道美国的医疗的环境的那种医疗机构跟药商啊，跟医药的这些设备啊，然后还有整个这个机构，那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你要知道，美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才能去念4年，那个是很难考，而且这个学费非常贵，不管你什么公立私立的。他们进入之后，这整个环境给予他们非常多的这些资源。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就像我们台湾的这种全民健保是做不到，所以你现在像比较多的这个非洲裔或者拉丁美洲裔哈，其实就在这个 Obamacare 里面受到照顾。但对共和党而言，第一个他们不是选民，第二个这个花了好多政府的钱，第三个让他们主要的金主就刚才倒下来的那个哦，他才需要这个 Obamacare 倒下来的那些药商跟就是医疗机构，他们赚不够，所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也是个这个等于是金权分配的问题。但是最倒霉的就是这些在低层的美国的低收入户。所以真的美国的低收入户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呢？就这个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再加上这次这个政府关门了，他就趁机就开始把它删减，食物券也没了，现在 Obamacare 也没了。我觉得其实他们真的在美国生活非常辛苦。是美国的老百姓现在越来越辛苦之外，刚刚看到这位昏倒的是诺和诺德的这个高层哦，许多的药厂在看到这个现象，他昏倒的事情出来之后，他们就痛批说，那接下来谁敢花很大的钱来研发药呢？因为之后可能会面临到美国政府突然间砍你的药价。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重拳式的高额保费啊，会真的压垮这些中产阶级。我们台湾这些全民健保，你要知道，大部分都是你自费的不多，你只要交了挂号费啊，然后拿一些都是政府在帮你补贴，你真正要交的钱没多少。你每次去结账的时候，哎呦，这么一点点啊？对，他其实政府帮你补助2000块，你只交的不到200，都是政府帮你吃掉买的。美国不一样，美国你自付额还很高嘞。刚才杨教授有讲，是这个样。那我认为3个因素，第一个，美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美国50%的人哈，富有的50%哦，拿了美国97.5%，下面的50%只拿了美国所有的财产的2.5%，50%下面一半，怎么去撑啊？他们怎么活得下去呀？根本没有钱。美国是2极化越来越严重，有钱人越有钱，呼风唤雨，那个整个是黄金，穷的人怎么办？所以这个贫富差距啊，会压成他们中产阶级、白领阶级跟蓝领阶级都受影响。第二个，美国储蓄率低，你荷包就是比较薄，你这个忍受度就很差。我虽然穷，但是我储蓄很多，我有钱，我有存钱，我收入少没有关系，但我有存钱。美国现在存续率只有4.6%，在我们讲的2020年啊，它的储蓄率是32%哦，现在的储蓄率是4.6%而已。你这没有钱了嘛？月光族啊，你还要付健保啊，那么大的健保费。健保费完毕之后，你还有自付额，你怎么办？我认为储蓄率让他们的忍受度更差，储蓄率太低。第3个，我认为因为关税战的影响，美国现在有4000万人是领实物券，你看他领实物券还多少钱去交保费？想一想，因为这些领实物券的，而且现在美国国债上个月破38兆，对，美国就没有钱去补助这些健保了嘛？那你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能够补助的能力已经有限了，因为国债太重了，所以你经过这3个因素，储蓄率低加上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认为这中产阶级、蓝领阶级跟白领阶级都会受不了。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中产阶级、白领、蓝领受到重挫，那另外一方面，包括在就业市场也受到了很严峻的挑战，尤其现在年轻人啊越来越辛苦了。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是真实的数据，10月份美国的企业裁员人数现在正式统计出来，达到了15.3万人，月增幅竟然高达183%呐，年增幅175%，创下2003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光是今年企业裁员人数已经超过了110万人，是疫情后竟然超过了这个疫情之后是最惨的一年。那年轻人呢？我们看到应届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失业率6.5%，更是创下了10年的新高。这一位也是真实案例，我们今天都会挑许多的真实案例出来哦。24岁的阿奈斯，大学毕业2年多，他一直不断的在投履历哦，各种工作他都愿意做，市场行销、社群媒体、影视制作等等。但是啊，更不要说有工作机会了，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他
现在只能继续打零工，住在父母的房子。那他的父母也感到非常的沮丧哦，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沮丧，似乎已经接近了愤怒的等级。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民调也出炉了，近70%美国人认为，所谓一直大家在谈的美国梦早就不存在了，或许从未存在过。年轻人现在找不到工作，要付高房租，还要付这个越来越高的保费，就算再努力也翻身不了了吗？厉将军怎么看？我想再讲一下哈，刚刚这个执行长昏倒的事情，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堂堂一个美国大总统，就去管减肥药，要减肥药降价哈？会不会你如果说以美国总统来讲，你应该大的政策嘛，你怎么管那个减肥药？对。那我觉得其实代表后面所代表的含义其实是很深的哈。这个你知道，人的肥胖往往会带来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疾病哈，包括心血管的疾病哈，新陈代谢的疾病紧接着而产生。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赫格塞斯他国防部长哈召集全球的美国将领回来谈的事情是什么？是叫美军要减肥。如果从这2件事情大家连在一起看，会觉得说是美国真的胖子很多。那如果说美国胖子很多的话，我觉得代表2个含义。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健保负担会很重。为什么？因为人越胖的话，可能这个后续来讲会有很多的这种身体代谢啊，或者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哈。代表美国。第2个来讲的话，代表美国生活不是很愉快啊。你知道有时候肥胖在美国来讲，肥胖指数跟贫穷指数是成等比例的，因为越穷地方的人，他为了能够满足他的基本的这种热量来讲的话，他会去吃很多的垃圾食物啊。所以美国你去看他披萨啦，或者是说汉堡啦，包括到这个川普本人都很喜欢吃汉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代表美国自己除了说有失业问题外，美国人的健康也出了很大问题。那以前所谓的美国梦是指什么？其实不是指老年人，是指年轻人。因为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但是大家忘了后面那句话，美国是老年人的坟场。你到美国去你就知道，当然年轻人他们很容易找到工作哈，利润都很好，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小洋房，有前院有后院，还要每天雇人来割草干什么的，很容易找到工作。但是老了以后，因为小孩都不在身边，他们就会被迫搬到所谓的老人公寓，甚至于到最后进疗养院啊，进养老院。大概美国人的一生都是这样走的。可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失业率这么高的话，已经不但是老年人的坟场，甚至于你对年轻人来讲，也不见得是天堂了。是，你看现在失业率有多严重？是，我觉得第一个是美国来讲的话，失业率居高不下哈，这个可能跟这最近美国川普关税的政策有关系，然后他很多的企业都营外移，还有跟他资本主义有关哈，因为他大部分来讲都集中在这个有钱的这个富者越富，贫者会越贫。那第三个当然是受到 AI 近期兴起的影响。AI 确实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甚至于包括医生啦，包括这个包括科学家啦，包括老师，很多工作都会相对的会被取代哈。所以我觉得美国以后来讲的话，是不是还是年轻人的天堂？我觉得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川普乱搞了这么久的时间，美国终于是看不下去了。现在人心思变哦，川普自己输不起这个选举不公哦。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做解读，到底怎么一回事？美国的内部火线话题3个，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川普执政了将近1年的时间，美国的民意现在大转向，民主党在这个时候翻盘了，尤其最新的一个选举哦，红州已经变天了，这是川普的政策失灵吗？那么同样的，川普痛骂民主党是神风特工队正在毁灭美国，就算是这样骂，也救不了自己的选情了吗？美国人终于受够这位自封为国王的川普了吗？另外，今天会来特别做关注的是纽约这位最年轻的市长，他的照片在 CG 的最旁边34岁而已的，他是曼达尼逆袭成功，他是一位穆斯林青年，凭什么这回让川普感到害怕，甚至气到发抖呢？他痛批这是共产主义经济噩梦的崛起。最后一个今天要来做关心的是，针对于川普的关税案是否违法，最高法院已经开审了对等关税案。现在大家都不支持川普，甚至是连保守派的法官都质疑川普有越权，如果败诉的话，川普还撑得住吗？
吗？他会不会为了其中选举吞下有关于关税的这一股傲气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持续做关注。好，我们今天要来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美国，川普很喜欢一直称自己是国王，但是这一下真的是糗了，因为时间在4号4场的选举，民主党大胜，包括拿下1市长2个州，连红州今天是在维吉尼亚州都确定翻盘了。川普说呢，专家说呢，这是川普提前跛脚的一个警讯，也是象征民主党从谷底翻身。最新有一个这个智库，美国智库做了一个为什么民主党翻身的一个重要关键，包括美国经济一团乱，让民意转向之外，还有就是53%的美国人倾向和中国合作，而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正好是民主党正在打的。面对这样的败局，川普可气炸了，于是呢，他就在他的社群上面发文哦，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不检讨自己，他大喊要修正选举改革法案、选民身份识别法案，并且取消邮寄选票，还说自己不在选票上面以及破纪录的政府关门达到36天，都是共和党败选的重要原因。CNN 这样做了一个分析，他说民主党大胜也代表民众对于川普执政的不满，未来美国的分裂，他很忧心哦，堪比内战。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是川普上任后第一次的选举，民主党全面大胜，最大原因会是川普本人吗？他自夸创造了投资，还拿了这些关税，让中国还重启不管是大豆的采购、农产品，为何选民至今仍不愿意买单？委员怎么看？哇，选举的规律有时候不完全跟这些外在环境有关系啊。我觉得媒体有点的夸大，但是当然对共和党来讲，他满怀希望，有很多的挫折。纽约市长的选举，共和党要赢啊，如登天的困难啊。这一次并不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在选啊，是民主党跟民主党没有提名的库莫在选啦。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真相啊。所以只是说，因为选出来这个市长，他们是特殊的背景，是川普最不喜欢的背景。对。而另外一个也是民主党的脱党参选的库莫，是相对比较温和的，所以川普才会说是共产主义。不过因为那个在纽约市比较特殊，纽约市是一个美国这个外来的人口最多的地方之一，什么印度人啊，什么那个犹太人啊。反正那个 Anglo-Saxon 很多节目都喜欢讲昂萨，纽约市几乎没有昂萨哦，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所以纽约市基本上都是民主党在执政的多哈，也是最容易选上黑人、犹太人、印度人当市长的地方哦，这是一个纽约市的特性，所以你纽约市输了就是一个立场的，因为以前人选的不会跟他挑战这什么福利法案啊等等啊，这个人会，对，所以我觉得川普未来就会冻结或者删除掉给纽约市的补助，大家自己再斗一斗吧。美国一天不斗皮会痒嘛。那再来Virginia，大家说是红州，不对，它是摇摆州。它摇摆，标准摇摆州，一下子共和党，一下子民主党。但这一次他们认为共和党是有机会的，没想到选了州长也输，副州长也输，我一大堆官员都输了啊，这个就是真的输了啊。照道理，你光一个州长，其他的有时候会平衡，各一半一半。他不是，因为每一次选举是好几个嘛，什么州检察长一大堆的，这是共和党全输。那这个样子啊，就跟川普有关系了。那纽泽西输没什么意外，纽泽西本来是民主党的天下啊，有点像台南市安什么安西区还是什么西区那标选举票开出来，国民党想赢如登天的困难。跟台北市的文山区，民进党想赢是登天的困难，一样的道理啊。选民结果决定了，所以没有想象中民主党那个什么大赢啊。那有没有赢的川普？当然有啊，联邦政府关门啊，他又说不清楚到底该归谁啊。他现在想要推给这个民主党的那个非法移民的健保的关系。可是都已经被掩盖在其他议题里面啦，而且非法移民对这几个州是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啊，非法移民反而是在其他州影响比较大啊。那没关系啊，他最重要就是他关税打得乱七八糟啊，他的非法移民看起来也是可能也会兵败如山倒啊。这两个是川普选上总统最重要的理由。那他答应选民，我只要弄了关税，所有产业都会
美国了，就只有一个台积电，其他没了啊，所以台湾人比较好欺负哈。那你其他的也不是因为曼达里的背景啊，什么东西啦都不跟这些都没有关系，主要的是一招，他说房租不准涨价，纽约市自有房子的非常少，大部分都是租房子的，可是你冻结了以后，接下来房东不再盖房子，不再出租，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好，那我们持续关心这位被川普现在视为眼中钉的，刚刚我们提到的，纽约的最新的这个准市长，他是最年轻的一个纽约市长他叫曼达尼，34岁。川普在选前就已经非常的关注他，公开呼吁说不要投给他，如果你投给他的话，我就会撤回数十亿美元的补助。那他的背景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非洲的乌干达裔，那么父母都是印度裔学者，7岁他就移民到美国了，太太是叙利亚籍，信仰伊斯兰教，那么他的立场也是跟川普完全是不一样的，他是极左派，他说要主张向富人征税啊，冻结，刚刚委员帮我们提到冻结房租，这是纽约人很在意的，并且扩大社福最低时薪30美元。简直就是跟川普完全是相反的，并且他这次是透过 TikTok、IG 等等获得影响力，也获得了不管是纽约的年轻人、移民或者是中产阶级的支持。CNN 形容他是川普最怕的未来世代，他选后也呛川普说 "Turn the volume on"， 那么川普气的骂他是共产主义经济噩梦。赖老师怎么看？他是反川普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很鲜明也很活跃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演讲他的煽动性极强，他的推动力、爆发力极大。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民主党的，而且是在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城市纽约市在这个地方来当市长，那是反川普的一个健将。你想他在整个媒体的分量，有了这样的一个市长的宝座，他的分量当然又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个跟候选人就不一样他是现任的市长，然后他每天来挑战你这个川普，而他在民主党内，因为他的身份，他不可能选总统嘛，除非他们在修改宪法说不用在美国出生的可以选总统，那马斯克也有机会了但只要没有修改宪法，他是不能选总统的。那这样的一位不能选总统的纽约市的市长，他每天如果叫板川普，而且他的攻击力道很强的话，这个对川普来讲不是一件舒服的一件事情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的，因为纽约市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城市，纽约是不能代表美国其实就好像巴黎不能代表法国一样因为他们是一个多元的、容纳力强的、创新的、前卫的引领很多，它不只是引领美国，它是引领世界这个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在这样的一个重要城市里面，选出一个很有特殊特质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意外。但是问题是在于，他的政治指标很明显的就是反川普，对抗川普。那川普把他认为他是左翼、极左翼、社会主义、小共产主义者所以所有的这些，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甚至直接介入了这个纽约市市长的选举。他说共和党的不要投给他，免得浪费选票。你把票给这个同党竞争，然后在第一轮输的，然后脱党出来以这个独立参选人参选。他说你把票给他，而且还采用他介入阿根廷总统选举有效的手段，威胁纽约人，如果你把票给这个曼达尼的话，你将拿不到我们数亿美元的补贴等等的。但是威胁无效，这代表什么？代表纽约人对于川普的政策基本上是反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好，一方面我们是关注这位新崛起的新秀，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持续的关心是说，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战，他会不会因为现在呢他的民调比较低，而未来做一个收手呢？因为这个他的关税战到底有没有违法？目前呢是在最高法院5号开庭审理了对等的关税案，那么包括了不管是自由保守两派都罕见的一致质疑关税是属于国会的权限，认为川普已经有越权了。那么首席大法官也说。
说呢，税收是国会的核心权利。川普则是回呛哦，这个关税战是国家的生死战啊。财长贝森特也说，就算违法，好没关系，我们也会找其他的法律来继续的征收关税。再加上政府关门进入36天，党内民怨沸腾，支持率在关于川普的持续下探。恐怕都会持续的重挫。2026年的期中选举，川普有可能会为此来收回他的关税对等政策吗？如果法院判他败诉的话，厉将军怎么看？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司法、这个行政跟立法三权鼎立的一个国家。那关税来讲，合理来讲应该是属于国会的权责。但是这个美国在1977年的时候，为了说是让总统如果有特殊状况的话，让总统可以特别这个行使的特别法案所以他通过一个法律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授给总统有这个权利来这个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但是没想到川普滥用这个权利。那试问一下，他在4月1号所谓发布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那时候国际有没有到达紧急状况？我认为根本就是没有嘛。我相信全美国的老百姓也不认为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是处于一个紧急的状态，所以很明显的他是滥权违法可是按照川普的个性来讲的话，就算是这个全国都反对，就算是法院判决之后他败诉之后，我相信依照川普的个性，因为这个贝森特也已经讲了，他会援引其他的法案继续来实施他的对等关税对。但是原来他的初衷是这个希望将借着这个关税将全世界所有的制造业再拉回美国来，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实施了半年以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不但没有将制造业拉回美国，而且造成美国经济的一个失衡。因为有很多企业主他会认为说，是我如果在美国投资这个设厂来讲的话，那可不可以这个赚到钱第一个，我工资本来就比较贵；第二个来讲，我的供应链还是要靠国外进来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很多企业来讲并没有在这边投资设厂，而且你要建立一个工厂，不是1天2天就可以完成的。那如果说是3年之后，你川普不再当总统的话，那我这个厂是不是白投资了？所以造成美国经济的失衡。但是这未见其利，先蒙其害那让美国的老百姓现在所感受到的就是通货膨胀这个怪兽已经在开始在爆发了虽然说目前 CPI 指数大概2.4，可是核心的 CPI 指数已经到达3.0，所以我觉得美国民众也感受到这种。那除了关税之外，我现在不管是移民政策或者是它的所谓国际之间的那种外交处境来讲的话，都让美国老百姓不能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次选举他会大败的原因。政府现在关门进入2个月了，粮食券现在正式的已经要喊卡了，4200万名的美国人恐怕陷入在饥荒当中。而这一场风暴，大家一开始看本来以为是这一些比较贫穷的人会陷入饥荒，但是现在这样的风暴已经快速的扩散到美国的中产阶级了。法院也紧急拨款，希望能够救得了这一些民众，不要挨饿。但是我们来看到川普的民怨现在是炸锅了吗？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首先，政府关门确实现在从11月1号开始，4200万人就是粮食券会暂停发放了。法院很着急这时候临时拨款，希望能够来做救急，但是真的能止血吗？还是我们要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财政体系正式迈向全面崩溃呢？第二件事情是刚刚提到的，不只是底层人挨饿风暴已经蔓延到中产阶级了。美国社会走向阶级断裂跟中产阶级消失的临界点吗？第3个事情是，确实很多人挨饿，但是前1%的富人现在撑起了全美1半以上的消费能力，但是上千万人陷入在饥荒当中。美国繁华神话会不会破灭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政府关门引爆的粮食上面的危机。原本联邦政府补助的这个叫做营养补充的援助计划，但是从11月1号开始就正式的停发了。现在确实4200万人瞬间就没有口粮可以吃了。那么政府过去呢会补助这一些人，每月发放的这个成本金额大概是落在9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700亿，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一次川普直接停发，也就是每月不会有这些新的支出了。另外我们来看到75万名的这些公务人员已经停薪超过1个月的时间了，他们靠着刷卡，甚至有人就是卖了家当来持续的维生。我们要来看到一些比较实际
际的案例，这是来自于民众怎么说，尤其现在面对的是拿不到食物券哦。53岁的美国人他是这样说的，这个是新西亚卖掉了自己原本的2只 iPhone， 车子也被拖走了，现在只能靠咖啡奶昔度日。还有我们来看到，本来在纽约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叫 Flushing， 它这边街头上开始有了慈济的食物仓储，成为华人救命的一个家庭的救命线。但是现在一位妈妈苦笑说，米和蛋涨太凶了，又没有来自于政府的粮食补充，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另外是来自看到是60岁的这位比较弱势的哈蒙德老奶奶哦，她说呢自己因为伤残，本来是靠粮食券可以照顾她的3个孙儿，但是现在政府的补助临时喊卡了，她应该要怎么办呢？面对现在各种的民怨，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法院决定下令动用预备金来救急，但是仍然是救不了近火，也有一些餐厅推出了$1的爱心餐，赶快来救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场红色警戒来自于高盛发布的最新消息，他说消费疲软现在已经蔓延，从比较这些低阶的这个平民哦，现在已经扩散到了中产阶级，尤其本来是消费很重要的主力之一，25到35岁的这些青年族群，他们的支出开始不断的锐减，消费者信心跌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我们看到来自于穆迪的报告，全美10%最富有的群体，他们占全国1半以上的消费，而底层跟中产阶级现在消费正在紧缩当中。圣诞节原本家长是希望能够做庆祝的，甚至有学校提议说让小朋友去参加这个华府3天2夜的旅行，要价竟然6万台币，大约是$2000左右。民众说啊，干脆不要去了，实在太贵了。所以现在也掀起了圣诞在家躺平潮。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政府关门2个月，再加上粮食券喊停，通膨压力现在也逐渐的变成饥饿现实哦，民众面对到的问题非常的大。那么2家的法院现在要下令临时拨款救急，能够止血吗？委员怎么看？美国整个社会是有问题，但是我是觉得新闻报道一定会稍微报得比较夸大一点，因为毕竟美国的国民所得还是平均高达7万块美金，你不能够忽视它的基本国力。那有这些新闻呢，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哈。美国这个发放食物券，所谓的4200万人，它的起始的原因不是说因为你穷，所以我才发食物券给你，或者不能把它推论为你如果没有食物券啊，你就活不下去。这2件是2码子事哈。美国社会为什么会有食物券产生？最早了，他们叫做负所得税，就是说，如果你低于这个某一个所得水准，我每个月要给你多少钱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福利计划，就是在国家很有钱的时候，当然推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一开始他们试行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家庭哦，你钱给他，他的钱不会花在小孩子上面，不会给小孩子很好的营养。而是爸爸拿去喝酒，妈妈拿去赌博，他们一直这个问题很头痛的。后来他们干脆这样好了，我就给你食物券，那你几个小孩，我给你多少食物券，用这个方式来确保小孩子的最基本的营养。那这个概念跟我们台湾的营养午餐的概念是一样，你不能说有营养午餐，表示台湾很多人很贫穷，或者取消营养午餐，别人有很多人很饥饿，这2码子事哈。那你说有没有非常贫穷的可以来做新闻报道？还是有，但不是那个4200万人。我先跟大家解释，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不必要用这种方式去看问题哈。那你现在这个法院呢，所以联邦地方法院裁定说，哎呀，这个联邦这种关门还是要处理啊等等。那这是法院的依法的立场，他认为就是说，你联邦这种关门是一件事情，你该发给大家食物券。那些人军队都可以上班，为什么军人不能上班？主要是在争论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国会通过的法案哦，跟你联邦这种关门没有关系。那美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在往下滑？有在往下滑，但是往下滑，它还是全世界少数最有钱的中产阶级。我们也不能。那当然他会很多抱怨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力是很吓人。但是
借贷力也很强哦，所以他经常就是会买这个车子啊，然后这个房子啊等等都是靠贷款，所以会有一定的利息的压力等等。那所谓的1%的富人撑起全国消费的一半，我对这个事情是存疑的，因为1%的富人呢，他的总 GDP 对不起啊，撑起美国这么庞大的一半的消费，因为美国消费占 GDP 70%啊，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稍微夸大了一点怎么算都不符合这个数字。那你现在就是说，因为这个食物券造成那个法拉盛啦，发放这个食物品这个几乎全世界到处都如此啦，台湾也一样。有人送免费鸡蛋就一堆人排队送免费面包一堆人排队这不表示他们饥饿这2件事情，有人就这很热闹啊，这个慈善等等我们来参加一下也会有那这个当然你跟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些低收入家庭，当然会有比如说他这个田纳西州等等，但注意到美国有个特色，就是贫穷家庭的救济活动不是联邦政府的事，是州政府的事所以田纳西州它如果有联邦的食物券，这是联邦给的福利，不是州政府。州政府还有另外一套福利，可能各州不一样。那可能因为伤残所以他养这个可能还需要特别的补助。那刚好现在不发，联邦政府关门，不是不给你就是关门所以领不到。那就会有一些这个抱怨等等，这也是川普民调会下滑，但川普现在推给那是民主党的事，不是我的事那这个就吵没完了。是好，那这场风暴我们看到，其实刚刚说的持续蔓延到这个中产阶级，本来应该是很重要的消费主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接下来的影响，小舰长又怎么看？我谈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识字率排名全球第7，数学能力排名第27，然后科学排名在第22名那但是呢，它还有3个现象。第一个，监狱服刑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全球最高。第二个，成年人相信天使存在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第三个，消费就是最多的预算在国防开支上面，这是哪一个国家？这个就是美国。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是这样。我们认为的美国是最近1个月，道琼工业指数涨了804点，然后纳斯达克涨了944点。这个也就是刚刚主持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一直认为美国还是 M 型社会，其实美国已经不是了，美国是 L 型社会，也就是只有很有钱的那一群人，那他占了无论是收入或者是消费，那其他的通通一起躺平。那这一个 L， 而且这个 L 还长尾这 L 的人数非常多，所以我们讲说我刚刚讲的数据还不是最新的，也就是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识字率数学或者是科学的排名，这个是2012年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叫做《新闻急先锋》。这一部那个美剧，它一开始它就是这样讲。时过13年了，美国的状况有变得更好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美国奉行了精英主义，他们一直都认为，反正精英是无法世袭的，都是要靠着自己打拼出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当初讲哈佛，当初讲斯坦福，到底有多少学校的学生因为爸爸妈妈捐了很多钱，他可以进到这些学校去，而且还可以顺利毕业。这个也就是我们想一想说大家以前认为就是僵固的 American Dream， 那美国梦真的是精英的所组成的吗？不是，而且偏偏是这个状态反而大家要付出这个不平等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之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史蒂格里斯他特别讲到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会滋养了极端主义。我们现在就看到美国的社会已经变成如此。刚刚小舰长帮我们特别提到美国的 L 型社会，也请老师来带我们看，现在是不是呈现一个2极化？杨老师。美国人均 GDP 是85000美元但是它没有什么最低薪资了。因为我们台湾是算月薪嘛，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算以打工
最低薪资多少？有联邦有规定，这个还真的蛮低的，是$7.25一个小时。但是有一半以上的美国的州啊，那每个的州的规定又不一样，大概就是$15一个小时。像加州是16块，华盛顿州也是16块。然后呢，每个这个 county 它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规定。所以全美国最高的这个时薪啊是在哪里？在好莱坞，$19.65。所以如果你一天工作个8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5天，其实你可以大概如果用15块来计算的话，可以得到台币7万块以上。如果说台币7万块以上扣掉税，因为又有地方不同，比如在纽约市，你要扣州税，你要扣税这个市的税，你所有的消费，所以还会因为有地点的差异，比如说在中西部，它的税就比较低。然后呢，你的消费通常过去，因为还记不记得4月份川普打全球贸易战之前，大部分国外的商品进入到美国，几乎都是2%的税，或者是最高2.5%。中国大陆大概是23%。那所以呢，其实全世界的东西就到美国来。通常你在超级市场，因为我在美国住过4年的时间，你会觉得那些东西相较于其他国家真的是比较低一点啊，价格比较低，因为大量的这个消费，而且在美国的环境，其实除了在都市之外你大部分的郊区那个都是比较开阔的，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不会像一般我们在亚洲这些都市里面感觉这么拥挤，对，但是呢，他们的消费的习惯呢，通常就习惯于一些比较低价，今年的问题来了。就这几年呢，应该是说，那今年问题更严重，开始物价就不断的往上涨，不断往上涨的情况之下呢，中产阶级大概是年收入平均是$10万，$10万以台湾而言呢，都算是这个高收入了对。可是呢，在美国现在$10万可能在一般的生活都可能要相当的拮据了。是，你想想看，我们在台湾买一个大麦克一套餐，大概是160块台币 ，Uber 再贵一点。那可是呢，到美国最便宜的是15块，贵的到18块，甚至20几块，美金，那就是台湾的大概3倍是这么高。所以它现在的物价使得很多人就是开始变成，就是美式繁荣会怀疑，可是它又集中在少数人的这个财富上面，这是资本体系里面的这种情况。可是他的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如果你工作行业选对的话，你往往那个收入就会跳得很快。所以那个是一个靠个人竞争、靠个人能力，但是呢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因为它整个派非常大。所以你要说美国多么的贫困，其实真的还不至于。但是呢，它跟以前相比，的的确确现在是辛苦太多了。美国的经济是否大崩盘了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统整，说100万人的失业问题现在在美国发生，还有物价飙涨，更有60%的美国人陷入在贫穷的地狱当中。这些数字都不是空穴来风，等一下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细细看。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是否自己拆掉自己的金字塔？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做了揭露，现在60%美国人陷入在经济地狱里面，他们靠政府补贴，也靠信用卡的卡债过活，连基本的开销，尤其现在碰到高通膨的问题，都快要撑不住了。先来看到几个数字，来自于这些专家说的。桥水基金创办人，我们先来看，他说美国的经济现在依赖的就是这一些1%的高生产力族群，而底层有60%的劳动者都逐渐的被边缘化了。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形成非常强大的经济弱势阶级，而60%的美国人他这样说，有阅读能力只有相当于小学6年级或者是更低，造成美国现在内部生产力停滞跟社会阶级的划分越来越明显了。来自于人力机构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美国企业已经宣布裁员94万多人了，而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科技业裁员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一共是高达了10万人。而这个也不是一个预言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科技业的亚马逊已经宣布了准备大砍3万名员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潮。
简直就是一触即发了。更惨的是，确实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现在家庭每年得多支出$1500，包括了他们现在日常要吃的东西，牛肉、水果、日常用品涨幅高达了10%到15%。美国的消费者的信心10月指数也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哦。制造业更是连续4个月都是收缩的，美国民众的信心可以说都是已经快要崩溃了。而美国进口商为了要避开这些接下来潜在的关税冲击，他们选择跟中国大陆现在进行提前拉货，赶忙从大陆进口春季的商品，先放在自家的仓库先放着，免得商品会越来越贵了。节目一开始来请焦代老师怎么看了？美国号称世界首富，但是60%的民众现在陷入在贫穷跟负债当中，阶级似乎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结构还能继续支撑美国霸权吗？我觉得美国很脆弱，也很危险啊。美国所幸都一直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公司出现，然后这些公司的产值是十分惊人，所以一直依靠的这些新生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公司来养活美国广大的底下的人。你看，在过去有微软，本来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出现经济的危机。微软还有后来的数位经济他们的出现你看它开始改变了美国，解决了美国的财政的问题，美国的经济的问题。然后 Meta 又出来了，脸书出来了，你看它创造多少财富，不管是亚马逊，然后到这个特斯拉，你看到今天都还出现了英伟达，就是辉达这样的一个公司。辉达的现在的产值都已经到它的整个公司的市值都已经到5万亿5兆美元这不得了啊！它一年的产值都已经是至少3400亿以上，有人估计它到5000亿都跑不掉。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一整年的总产值也不过就7600亿美元，美国一家公司可以将近我们的1半国家的总产值。这代表什么？美国依靠的就是这些大公司，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他们在支撑着整个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可是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脆弱？就是如果这些公司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特斯拉被中国的电动车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苹果在中国大陆卖不动了，或者是苹果被中国大陆的手机都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我都用假设了。对。那你想想，假设中国的 AI 起来了，然后辉达，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他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我今天起那么快，我明天可能就下来了。那如果他们一下来，如果这些支撑的美国经济能够养活这么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贡献的税收非常的高嘛，所以美国的社会福利或者美国的社会补贴，其实依靠的是这一些非常赚非常多钱、经济体非常大的这些公司的税收。那你想，这些公司如果一旦瓦解了，美国还剩下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这样发展是错误的，是非常脆弱的。它一直依靠的就是硅谷等这些大头脑他们的创新的东西。可是中国打的是一个系统战，而且中国的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领先的科技，未来10项科技中，美国能领先的不到3项了，7项中国领先了。所以如果这些美国在未来它都不再有这种独角兽巨大的公司存在的话，美国它基本上社会说崩解，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了。好，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重压，不管是新创产业、科技产业，但是又要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竞争。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确实经济内部也碰到许多的问题。刚刚讲的嘛，制造业萎缩，还有100万人失业。现在还有担心的就是 AI 取代了这些所谓比较低阶层的人力，美国转型会不会反而被掏空？经济会不会面临崩塌？委员又怎么看？都不会。我肯定的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社会。美国是一个认为强者应该享受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弱者不会有太高的同情。在教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有大学教育人口
比重数一数二，大概有劳动人口5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这个比例在中国只有18.5%。可是你如果看到50% 以上受这个大学教育的，对不起啊，那个其中啊，念那个理工科的、技术科目的，50% 里面竟然不到5%啊，都是念一些什么服务啊、哩哩扣扣的那中国又不太一样，这18.5大学毕业里面有将近一半的6%比美国还多人念理工科的，这是第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比较。第二个啦，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可是美国有全世界最烂的大学，所以他50%念过大学一半以上都烂大学，这个什么 community college 啊之类的东西。那因为中国对于大学教育是严格管制，不是你想设就可以设，所以变成中国的大学的素质会比较平均、比较高那这几乎是两种不同社会思考所产生的一种劳动力的生产结果。那再来谈到这个中学以下的教育中国你可以说它强迫教育、义务教育，公民接受教育是公民自己的义务，要把书念好。所以这么一强迫结果即使中国只有小学毕业生，他的算术跟代数的水准远远高于美国中学生。那美国采取一种比较放任的教育那跟东方某小岛很接近你那个不及格也可以毕业就是这种气氛可是大陆不行大陆连那个小学都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变成说中国大陆虽然它大学生的比重比美国小，但在实质上它的劳动阶层的教育水平比美国劳动阶层高，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美国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可以产生最好的精英阶层，可是就经常会形成美国就是一个阶级社会。那因为美国有这些精英阶层存在，那变成美国也不太容易垮有点拖死狗的味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因为教育的这个大众教育很成功，可是它会相对的会创造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失业率会比较高。因为教育程度高，他做那个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美国的失业经常都在4%以下，中国的失业率都在5%以上。所以这个两个国家各有它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那另外请教厉将军呢，在谈到这个关税还有这个高通膨等等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政府正在关门当中所以说现在的 CPI 指数来讲的话，它没办法统计包括到美国政府机关来讲的话，甚至于商业机关来讲的话，他们不晓得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从美国来讲几个指标，我们都认为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来讲经济将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第一个来讲，它国债已经高达到38兆这么多，38兆美元。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利上滚利来讲的话，它很快就会破40兆的大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现在由于关税的关系，那关税到最后你要知道，进口商他一定将这个关税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为什么现在看起来通膨压力还没有？